当年最开始是赖亚星主动跟我打的招呼，但真正的说在一起是应该是我提的，就他主动加的我微信，就是那个时候主动加他微信，然后我不就去厦门找他了吗？找他的时候您在？找他了之后没有，找他那一会儿，找他那一会儿我都不想在一起。我见到本人了之后，我就其实有点想走，然后他后面死缠烂打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求你了，就跟我在一起，你真的跟我在一起吧，我会好好对你的，怎么，我心软就同意了，我心软就说好吧。其实我见他那一会儿，我就想的是，哎呀，踩雷，避雷。结果无奈他后面一直追我，我就想的是尝试。现在不挺好？你看还真有人相信。他来厦门找的我，他到我家第一件事，他坐在沙发上，他就要亲我，被我推开。这个烂梗要说多少年？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。这个烂梗到底要说多少年？我说太快了，我不喜欢这种。我说太快了，我不喜欢这样。然后我说去洗澡吧。亲他太快了，我不喜欢这样。你要洗澡吗？他那会儿他刚到厦门，就有他朋友问说怎么样，因为他来之前肯定是跟姐妹说过的，要去那个面基还是干嘛的。然后我就看到他回一个嘻嘻，就回一个嘻嘻而已，你可看给你满意的。哎呀，姐妹们，嘻嘻这两个字的评价已经很高了呀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嘛，就是评价很高，就评价还可以啊。就是直接在机场看到我就直接嘻嘻了，这评价多高啊！就很满意，起码你看着这个外在呀，感觉是你喜欢的，是吧？不满意，他厦门也有朋友啊，他应该会直接说没事，你送我去谁家吧。赖亚星应该是这种性格吧？而且我觉得他最好笑的。可爱，不要说好笑，等下又生气了。最可爱的一点，我真的很少，以前是真没见过男生带着一串满满的潘多拉，然后他跟我说每颗珠子都是额外的价格呢。我说哇哦，然后那一会儿我说哇哦，然后他跟我说这一颗代表的什么，这一颗代表的什么，如数家珍，咋不带了呀，宝宝？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流行的东西啊，那你最流行的东西你也没把握住啊。你知道他那一会儿还说，我说哇，我说你们，因为他比我小几岁，我说你们都喜欢这些吗？他说我跟我的好朋友一人一串。当时就是很流行。不是宝宝，就是当时你都没有听出我的阴阳怪气，看并没有。那个时候见你说，你看你啥也没有，不知道还在那嘲笑别人。天哪，那一会儿求钱你是真的不知道价格。最好笑的是他第二天一大早，趁我睡梦中下楼给自己化了一个全妆，然后又躺到我身边。我真的没懂。其实我对那个有没有化妆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但他有点太过分了，因为他画了眉毛，眉毛还是看得出来的。然后他还在那边表演，我叫他起床，刚睡醒了。那会儿只是真的觉得你超可爱，就觉得你很可爱，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咋回事啊，宝宝，蛮可爱的。那你不起来还在那给我刷小白鞋，争着表现自己，生怕我离开了，姐妹们，他生怕我离开，争着表现自己，早上起来在那给我刷鞋。那他素颜好看，他其实素颜很好看，尤其是当时刚认识的时候，皮肤超级无敌好，我甚至觉得他素颜比化妆好看。有的时候，然后白天起来还要带我去逛超市，逛完超市，然后晚上还要带我逛商场，然后逛完商场回来，在楼底下还要给我买卤味。我那个时候也在搞直播嘛，就我找他的那一周，我就会断播，然后每天晚上去吃饭打游戏，他跟我一起打王者，打到晚上宵夜还要给我煮那个螺蛳粉。No， 我当时不吃螺蛳粉，你忘了。泡面吗？对，会给我煮他最拿手的泡面，还有炒虾。然后我当时觉得他煮的泡面可好吃了。我煮泡面是真的很好吃。录那种英语口语的时候，是我俩感情最不好的时候。那一阵子老吵架，他每次吵架然后录那种
鸡汤语录那种英文的，我都觉得他在讽刺我。你想太多。对，我现在知道我想太多了，但以前就根本都没有要讽刺。对呀、情感中就很容易带入啊，你发个朋友圈我都觉得，但现在不会了。对，容易对号入座，但人家压根就没有讲过。那一次就我们吵架的那一次，然后我在动车上，你起码说几年吧，非要跑过来见你那一次，就你在天津出差。我在天津，我想想，他那次他喝酒醉跟清醒以后是2个人，然后那一次也是吵架了，然后我去天津没跟他说，他那会儿在北京，他就半夜很想我，他就说他现在就打车，因为那一会儿大半夜的3、4点，他说他打车来天津找我。我说你疯了吧？那会儿我俩是吵架，就吵得要分手的时候，就可能1个星期没说过话那一种。然后我去也没有跟他说，但是我忘了他是怎么知道我在天津，我忘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天津的。但是我你自己发的朋友圈就是故意的，说不定你不知道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说不定你还可能是仅我可见的，故意发给我看你来天津了。没有啊，我那一会儿在天津，我可忙了。我应该是看朋友圈，而且我还拒绝了你来找我，乖乖。我说你快点睡觉吧。我说我们第2天联系你，我第2天来北京找你。好，到了第2天，不承认。他说谁想你了？你赶快走吧，你赶快回你的厦门，别来北京，我没空。觉得他脑子真的有问题。前1天是非要来天津找我，说我就见你，我就想见你一面。第2天清醒了，你回你的厦门去吧，别来烦。但是这些吵架我都觉得是毛毛雨，我觉得你最好笑的还是在成都的那一次。成都的那一次真的很经典。你说。但是我忘了是哪个酒吧了，是全程都是，全程都是阿金妹指导我的。是阿金妹说你今天晚上就去酒吧玩，她说你别见他，我说好。然后我就跟赖亚欣说那会儿火的酒吧是哪个我忘了，我说你那个营销推一个给我。Space。是吗？我说你营销推一个给我，然后赖亚欣就推给我了。他平时我都是会自报行程，我会说，我来成都了，你要见我嘛。我那次没有，他推完我就再也没有回他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赖亚欣半个小时看没有动静，说你来成都了，然后说对呀。然后他又等了一会儿，看我没有说要见面什么，然后他说玩得开心。我也没回他。然后一直到晚上的10点、11、2点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你在哪？你跟谁在一起？我看到了，阿金妹让我别回，我说好。然后再过了一会儿，赖阿欣说我在酒吧看到你了，你出来，你过来找我，你在哪桌？然后就疯狂给我发消息，上头了，他想知道我到底跟谁在一块。然后我也不理他，然后他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他掐掉，他就着急了，你知道，他就觉得天哪，是不是身边有什么那种，身边有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一直给我打电话，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接。然后他自己就开始发疯了，3、4点给我写长篇大论，写那种1000字的作文，也没有那么你说那么500字，觉得有一段一段的，我都回去睡觉了。我第2天醒来看到一段一段的，好长好，我可能相册还能找到不到了吧？李佳华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叫你，就是这种开头把我笑场。我最后一次叫你名字，不会再爱了，我放手，就是写那种非主流文学。但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失控，所以我还蛮得意的，因为他以前都太拿捏我了，炫耀我就在炫耀啊，因为我平时你知道都见多了那一种，睡醒以后第2天，哎呀你是谁呀？你别来烦我，别来找我。他说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吗？不要一直来烦我，就平时是类似这一种，然后那一次就是感觉很崩溃。哇，还有一次也是吵架吵得很严重，我也没有开口，就也没理他，反正，然后他也觉得情况不对，他就在那个
微博发了一个厦门机场的照片，好想回到那时候，就大概的文案是那样，给你散发一些这种讯号，但是他还是要你主动来找他，也不理他，反正你主动找他耐心他，像我是那种顺着有人给台阶我就下的那种人，他不是哦。他是试探一下你还在不在原地，试探你还在原地，你给他台阶，他要飞起来那一种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滚！”就是之类的这种话，是不是呀，宝宝？承认。